啥意思啊？50多万的问界 M9 带一个方向盘按摩功能，也不是不行。方向盘无规律的抖动，也有可能是强大的 AI 正在计算当中。毕竟遥遥领先，没什么不能解释的。从方向盘上的配重就看得出来，车主对于汽车质量的肯定。有时候也会出一点点错，像这个爱市的公交站就被撞毁了。11月6日，在湖北武汉，一辆问界和小巴车相撞，公交站牌被撞毁，问界的大灯直接掉地上了，小巴车尾部凹陷，应该是追尾了，问界的车头撞得稀烂。说好的想撞都难得遥遥领先，这次可能是 AEB 睡着了，或者是智能系统突然抽筋，责任应该全在小巴车没有很好的避让问界，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目前还没有官方的声明，从撞击位置上看，问界汽车应该有一个漂亮的漂移，不然怎么会跑前面去呢？后续有车内视角会第一时间发出来。毕竟能花50多万买遥遥领先的车主也不是一般人，对于华为的智驾系统都是迷之自信。有网友在停车场发现一台横在路中间的问界 M9， 直接挡住了其他车主的路。肯定是哪位被忽悠的车主直接用自动泊车功能，车子自动泊车途中卡住了，没有导进停车位，可是自信的车主已经走了，这就很尴尬。遥遥领先的技术仅仅偶尔那么一次发神经，就被网友拍到了。联系物业公司之后，自信的问界车主已经关机睡觉，不接电话。不知道被拦的其他车主会不会对他表达亲切的问候。在11月7日，也就是今天，问界 M7 被第三方机构鉴定为刹车失灵。根据凤凰网报道，日前，一名问界 M7 车主发布了一份车辆鉴定报告。该报告显示，问界 M7 在事故发生前5秒钟内，驾驶员刹车踏板失灵，并且赛力斯方面出具的事故报告数据以及结论存在人为修改。这起事故我们频道之前有说过，在今年的7月6日，问界 M7 在佛山发生碰撞事故。事发后，车主表示车辆存在突然加速和刹车失灵情况，但是问界方面对此回应称，车辆踏板100%开度，不属于 AEB 触发场景，并且未见主动制动记录。事故经过是这样的：此前，一位车主声称自己的问界 M7 毫无征兆的突然失控加速，刹车失灵，最终导致车辆撞毁。该用户于2024年1月买了一辆问界 M7， 今年7月6日，车主开着问界 M7 出门，但是出现了还没启动智驾功能就突然加速的情况，车主猛踩刹车却没有反应，感觉像踩到了石头上，一点反应没有，最终失控与前方的大货车相撞，然后冲向路边的铁栅栏后停下，还好车辆的车门还能打开，车主从车里出来了。随后，该车主委托深圳市南粤财务评估鉴定有限公司对事故车进行鉴定，在 4S 店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对车辆的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所记载的数据进行读取并分析。鉴定结果显示，该问界 M7 在事故发生前车辆油门发卡，造成油门踏板一直100%打开，但刹车痕迹显示车辆存在刹车制动。因此，鉴定结论为事故车未能做到刹车优先原则，存在质量缺陷。此外，鉴定结果还显示，事故车行车记录仪数据缺失、不完整，系人为删除，导致多段视频丢失。这是中国第一起由第三方给出的刹车失灵的鉴定。有汽车博主表示，这是一个惊天的新闻，中国汽车鉴定有光了。他表示，他改变的可能不只是那位问界 M7 车主的维权之路，更可能改变整个中国汽车的消费环境。因为终于有鉴定机构确认刹车失灵了，历史的齿轮可能已经开始转动。
因为一是很少有鉴定机构接受个人委托，二是更少有鉴定机构敢实事求是站在消费者这一边去判定车辆有问题，三是就算敢站消费者，也从来没听说过敢把刹车失灵的结论写进报告的，四是就算敢写刹车失灵，也不太敢把厂家篡改数据的事直白的说出来。深圳南粤全做到了。这是一份诚实、直白、公正到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鉴定报告。汽车维权有三大难：数据难、鉴定难、司法难。其中鉴定是核心，因为法院不懂技术，他要看专业机构的意见。而专业机构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少有人敢接个人消费者针对车企的鉴定，软件鉴定更是难上加难。有很多国内媒体也做过调查，在采访了中国20多家权威鉴定机构得出的结论，不少是中字开头，但结论都是不能做。关于是否刹车失灵，目前可知的鉴定机构和结论有：位于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了潮州2死3伤案，位于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了兰州E6案，四川西华鉴定中心鉴定了南充2S6伤案，浙江共安鉴定了金华夫妇坠崖案，温州汽车工程协会鉴定了陈俊一案，陕西阳光鉴定公司鉴定了西安李亚军案，均认为可以排除车辆的问题，即应该是驾驶员操作失误导致的事故。还有不知道的结论，就是无法查证。2019年，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对西安唐 DM 失控案的鉴定中给出的鉴定结论是没有结论，没有栽赃陷害车主，但车主维权依旧艰难。最奇葩的一个是，2022年，公安部上述鉴定中心又对溧阳 Model 3坠和案事故做了鉴定，给出的鉴定结论依然是没有结论。报告内文同样列出了诸多明显问题，如直行时踩着刹车又摁了 P 档，左转之后又摁了 P 档，到桥面后在油门踏板100%踩下时还有2次刹车，即使撞了桥面路缘石和护栏，油门踏板依然是100%。在撞击水面时的瞬间，驾驶员又踩了最后一次刹车。这是人类在什么情境下才能做得出的操作？逝者是一对年轻夫妇，留下一双年幼儿女。年迈的父母3年来一直在苦苦维权，困难重重。以上鉴定，公安部没有直接给出刹车失灵的结论。还有一个关于特斯拉的，据网友提供信息，2014年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的鉴定所，现已更名为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南京一起 Model S 停车时突然撞楼的事故进行了鉴定，结论是前轮刹车，后轮驱动。这份鉴定报告等同于认定了刹车失灵。很简单，没有遵循刹车优先的基本原理。但是那是在2014年，不排除有其他原因。毕竟那时候的马斯克还没入党呢。参考现在的深圳南粤直接说，问界汽车确实存在刹车失灵，并且还有删改数据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这次的鉴定意义重大。随后，赛力斯官方发了一个声明，表示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事故鉴定机构需由双方共同选定或由法院指定，事实认定应以法院查明为准。同时还声明讲对近期涉嫌捏造并散布虚假信息、抹黑企业的行为，报警处理。不知道是狗急跳墙还是大声的警告。像马港在高速上碰到石头，把底盘磕了。宁德时代出的检测报告是建议更换电池，然后保险那边就是不同意，然后一直拖着，也不给个明确答复，就不想给我换。你这电池得多少钱啊？10几万啊？17万左右吧。保险公司也倒了霉了。你这一块不是原来就这样吗？还是他打给弹进去的？原来是平的，本来是平的。这么小的一个伤没有办法修复吗？修复的话就没有质保了。4S店给你修复嘛，这个电池厂家给你修复嘛，他修复不了。4S店它不能动宁德时代的电池，宁德时代的电池只能宁德时代自己动。可以修啊，这么小一个伤口，你让保险公司赔17万啊？宁德时代说更换。宁德时代是不拿钱当钱啊，你这玩意风险很大呀，朋友们，这很容易磕到的，这电池太小了，这有点儿。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反驳他，你万一比如说你这玩意儿开2天自燃了，那现在保险公司什么意见啊？就不行，就是不行，就一直拖着。你车在哪儿呢？车现在在4S店门口停着。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故啊？9月12号，1个半月过去了已经。每个新能源车主都会遇到您这样的问题，你说就磕了一下螺丝要花17万，你保险公司你说
冤不冤枉？他真冤枉。就如果都像宁德时代这么搞，我说实话呀，以后保险公司真不敢保新能源车了，一年保费5、6千、7、8千，谈一下就要17万，哪个保险公司敢做你们生意啊？电池厂家都这么搞，以后新能源车买不了保险了，这种东西变成个恶性循环了。理想汽车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你好，工号9107-103。王先生的事儿您能查着吗？能查到。你好，看完王先生这个被弹的这个小伤口啊，这小螺丝啊，你让保险公司赔17万，您个人觉得合理吗？请问您这边是咱们主持人媒体吗？对，这个螺丝弹一下17万合理吗？感谢您提出了疑问和客户诉求，我会详细的记录，并把您和客户的需求转达给相应的同事，请他们联系客户，帮助解决好客户的问题。你们理想啊，最近一段时间又恢复到了复读机的状态，没事啊，第一次找你们爱复读就复读，明天再找你们的时候就不是这状态了啊。这一个，另外一个我要跟您讲的是啊，这件事保险公司很冤枉啊。你要说有一个大口子，或者有一些很大的损伤，你宁德时代也好，你们理想汽车也好，说哎呀这个电池影响到安全了，怎么样了，让他给你换个电池可以理解。但是都像宁德时代，都像你们理想汽车这么搞，碰一下就要17万，以后没有保险公司敢卖你们保险了。而且你们不光影响的是自己，影响了所有的新能源汽车呀。你这玩意儿碰一下17万，谁受得了啊？你们在跟宁德时代合作的过程当中，宁德时代出具了这样的一份报告，那么消费者提出质疑了，你们会否替消费者跟宁德时代取得沟通，去双方去协商这件事情怎么样有一个更加好的处理方式？明白。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湖北人保在线上吗？喂，你好啊，您说002号工作人员，你们这边在录音是吧？为什么这么大的回音啊？我不知道，是转接过来的，我这边是湖北的。你的回音太大了，我就简单跟你讲一下这个事儿。Mega 的车，然后谈到底盘了，其实我看谈的不重，而且我觉得保险公司很冤枉的。但是呢，现在宁德时代包括理想汽车，他们坚持认为谈到螺丝就要换整个电池，17万块钱。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保险公司该怎么办？现在你们拖着车主肯定是不对，你们肯定要找到更加合适的处理方式。宁德时代和理想汽车代表着专业意见是谈到就要换17万，但你们不认可，那不认可你们该怎么解决这个事儿？这事儿我转给您，因为你们回音太大，我不跟您多聊了，下午要给我回电话的，他们那边录音，而且可能是外录，所以回声特别的大。新能源车的车主们，这事儿绝对不会发生在王先生一个人身上，以后你们都会发生在你们身上。而且我相信，如果厂家，特别是电池厂家都这么搞的话，以后新能源车买保险，第一会越来越贵，第二会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不卖给你们，显而易见的道理。这就是中国的车企，他的承诺算个屁啊！这什么未来理想全扯淡，新能源的走向是可能对的，但是新能源有这些不懂汽车的企业去做，全扯淡的。因为做新能源汽车不需要发动机的，你比如我们这些企业，如果做油电混合车，他们都做不起来，你信不信肯定都做不起来。所以借助新能源的这个风口，猪就上天了。但是事实上它是做不好车的，你不要说发动机，底盘它也做不好的，制动也做不好的，这个变速也做好的行不行？没有那么简单，一个圆珠笔都做不好，车就那么容易凑起来。理想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 SUV 不可能的。当然了，你简单的做成一个形状出来，借助这个新的风口，那当然可以，是目前的市场肯定是可以的，但可以不等于就能做起来啊？有那么容易吗？根本就没那么容易的，因为新能源未来带来的很多的风险是我们现在认知不足的。第一个，大面积设置公共设施的投入算哪个的？这么多的公共投入。未来你看，每100公里就要一个充电桩或者充电站或者换电站，这个庞大的基础设施，这个投入如果都用车企来背，理想什么你能背吗？那都不是他的事嘛，就是社会的总财富的使用方向，对不对？值得讨论吧。至少第二个问题，未来使用者的电池的维护和置换到底有多大的麻烦？谁知道现在就已经有这种车企倒闭了吗？承诺终身换电池，你终身中国鬼呀！你自己才活了7、8岁，你怎么保证80岁的老人还活着呢？这个都是不负责任的承诺，因为这些没有经过深度打磨的，是很容易死掉的。他的承诺算个屁呀，这根本屁也不值。所以未来消费者到底有多大的压力，现在是我们是不知道的。第三个电池最后的处理，对人类的伤害，对环境的破坏到底有多大，现在没有数据，所以新能源车该不该这么一门心思的发展，这个题目本身就是可以打问号的。因为这3个问题确实你没有解决好吗？现在没有很好的方案吗？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磕烂了，后果很严重。来看一下。哎，龙哥，哎，粉丝还是喜欢你以前桀骜不驯的样子。有吗？我以前一直是这样呀。来看一下，电池包下边磕了一个口子，电池包里进水了，车开不了了，需要把电池模组拆掉，烘干处理一下，然后再焊一下电池壳，把这几个电池模组拆掉，吹一下电池包里的水，用热风枪吹干，焊一下电池壳，把电池模组装回去。电池包修好了，来看一下，跟新的一样。你觉得我们刚刚车主收多少钱比较合适？龙哥笑得这么开心，应该是被比亚迪给整服了。
现在的比亚迪的法务部出手越来越狠，11月6日又起诉了一位汽车博主关学军。从公告中显示，汽车自媒体人管学军长期在其抖音、微博等矩阵账号发布针对比亚迪的不实及恶意诋毁信息，严重损害比亚迪的合法权益。对此，比亚迪正式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管学军违法侵权责任，要求其赔偿损失并消除影响。这应该算是比亚迪的正向循环，销量越好越有钱。有钱了就可以天天去起诉那些说实话的人。500万的警告一直在汽车博主的头顶上，以后说真话的人会越来越少，比亚迪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加油！感谢观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400元交了吗？